今天帮你抢先带大家来看小米手环正式在台上市的台版小米手环5以及小米手环 4C。这次帮你也会一起带一下跟上一代小米手环4的差异，并且聊聊选购建议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就从小米手环5说起。相较起过往历代的小米手环，小米手环5确实在外观或是功能上升级幅度都比较小一些。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，毕竟从小米手环4推出后，在手环的各项基础功能上，小米就已经给得相当完整，而小米手环5更像是在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升级。虽然在外观上改变不大，不过新增的功能还是多的。首先看到本体最大的差异落在萤幕，相较起第4代，小米手环5的萤幕变得更长一些，显示的面积大上了 20%， 换成通知显示的字数来说，大约就是多了一行5个字。邦尼认为以实际体验来说，更长一些的萤幕对使用上的差异较小。不过如果以外观来说，小米手环5的萤幕占比更高，自然还是好看一些。而在规格上，小米手环5的萤幕采用了 1.1 寸的 AMOLED 显示器，峰值亮度达到了450尼特，在强光下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显示内容。不过在萤幕颜色数上，跟手环4相比下降了，从24 bit 变成了16 bit， 在渐变的桌布下，透过肉眼近距离看，确实能够感受到差异。不过在一般的使用状况下，大多使用者选择的黑底桌布或是单一色系的桌布，感知并不大。正面同样采用玻璃，在耐用性上来得更好。同时在细节上相较起4代，手环5的本体跟表带边缘过渡圆润许多。顺带一提，4、5两代的表带是不共用的哦。另外，感测器也是这次升级的重点。在小米手环5当中，小米采用了全新的 PPG 心率感测器，准确性提升了 50%。在功能上加入了记录睡眠时的快速动眼期，可以侦测中午午睡的零星小睡记录、心率预警以及压力检测功能。监测模式一样提供了最短1分钟一次的自动心率监测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小米手环5加入了女性健康功能，可以进行生理期记录跟提醒，同时新增了蛮实用的远端拍照功能，点下手环上的拍照按钮就可以控制手机拍照。这项功能搭配 Android 或是 iOS 机种都可以使用，原理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透过小米手环调整音量，而音量键在相机界面中大多预设是按下快门，进而达成拍照控制。接着是第二个最大的变化，就是大家敲碗许久的充电，终于改成免拆装就能充电的磁吸充电。相较起过往需要拆下才能充电的设计来说，除了能让表带更耐用，日常充电也方便许多。续航部分，以官方的数据来说，小米手环5的续航力比手环4短一些，不过也来到了最长14天。实际体验上，邦尼目前上手的时间比较有限，后续体验时间长一点后再更新给大家。而在基础功能上，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。原则上，小米手环4有的，小米手环5都有。邦尼就简单带一下，闹钟跟各种通知提醒都有。台湾显示在标准模式下来得灵敏准确一些。运动上有11项运动模式可以选择，同样有5 ATM 水下50公尺的防水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表盘上，台版一样有海绵宝宝的联名主题可以使用，款式也蛮多的，可以自由选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4、5两代的表盘也是分开的，不能共用哦。最后的时间，我们来聊聊小米手环 4C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红米手环的国际版，主打 CP 值，拥有 1.08 寸萤幕，体积宽了一些，萤幕面积也大上一些。采用的是 TFT 显示技术，在低光场景下，背光还是比较明显，峰值亮度200尼特，表面采用玻璃。以实际体验来说，在显示效果跟小米手环系列差距还是比较明显。连接上采用的是小米穿戴 App， 而不是大家熟悉的小米运动，一样拥有来电跟讯息通知，采用 PPG 心率感测器，同样有最短1分钟一次的自动心率监测以及心率预警，一样是5 ATM 的防水，提供了5种运动模式可以选择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小米手环 4C 采用 USB 接孔的充电，直接拔下表带就能看到充电接头，在表带上也有充电的符号提示。如此一来，虽然不怕久久才需要用一次的充电线材不见，不过 4C 的表带在连接上非常稳固，拆下时需要花些力气。
最后在选购建议上，先来说小米手环5。如果你正想入手一款手环，或是3代以下的用户想要换新，小米手环5绝对是目前首选。但如果你已经有了4代，可以评估的是萤幕上的改变、磁吸充电以及新增的各项记录功能。萤幕的显示效果可以到现场体验斟酌。而小米手环 4C 帮你建议可以加一些预算，直上降价后的小米手环4或是小米手环5，两者价钱差距都不大，但在功能上则是完整不少，并且可以搭配小米运动 App 使用，会是更完整的选择。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帮你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！